朝天门是重庆历史上最大的码头，它的外形犹如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船。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溯江而上的外地人经过漫长的航行，看到巍峨壮丽的朝天门，就知道一个大码头到了，将有一个更大的舞台等待着自己。这边老的跟新的相汇合，这还挺奇妙的感觉。以前暑假的时候就会过来学画画，就住在传媒里面，这儿就后街。哇，好久没来了，我都有好多年没有来过了。有一段时间说老传媒要拆了，全部搬去大学城，其实还挺伤感的。交通茶馆，你看交通茶馆还在呢。这以前还是个网吧呢，我还在这上过网。真的过得好快。胡记蹄花汤特别好吃，每次来都要吃，现在还排队。以前我就在这上面的一个画室，复兴楼，就是我说的这上面有上百家画室吧，应该都在这里面，太吓人了。没变，其实这条路还是没怎么变，还是这个样子。对于少年时期的肖战，进入黄觉坪，就感觉进入了梦想开始的地方。修车，星星只来大渡口猫鼻梁找七哥。系统，修警察的车吗？可以啊，这儿成了特约维修点了。这儿也是他们三脚猫胯子群的据点。开始右转的时候有点叽嘎叽嘎响。刹车还响不响嘛？刹车也要响，但是没那么恼火的了。你装那个确实好看，你手上都看起像个玩具车啊。七哥听声音就能知道摩托毛病出在哪儿，是本地许多警察修机车的不二人选。才追得到。哎呀，看起好乖。星星看到一辆跟自己同型号的胯子，有种英雄见英雄的兴奋。这是两台富尔，两兄弟相见了，好舒服。哦，他改了握把的，改了个老握把。哎呀，安逸安逸。哎呦，还改了音响了，那是个香罗主义。七哥以前是老重钢的电工，是80年代就玩摩托的老炮，也是星星心目中的江湖前辈。我可以那么说，不找你的话，我还不晓得找哪个在那。几十年没变的修车铺像城市里的时光隧道，星星喜欢来这里，因为可以重温童年记忆。我踩了几脚刹车都没问题的，车子。怎么了？我专门找一天来。加工那个垫片。啊，专门找一天来弄。这间维修铺以前是老重钢70年代的供销社，房子年头比星星年纪还大。喝口你的茶。你的茶是简直是有，我走这个地方随时都在抓个去。你的茶是我最想来喝的。修车是次要，每次喝七哥这缸茶，跟七哥聊天才是星星的重点。你看这的茶是让我啷个都想起小时候我们老二昌头那些工人叔父喝的那个沱茶了，喝起舒服。有老重庆记忆的时光隧道还有很多，分布在山城之中，比如三角道的军歌书屋，曾是火车掉头的铁轨上，如今到周末是放露天电影的场所。军歌书屋有种魔力，附近的猫猫狗狗在这里玩着玩着就不想回家，所以这里有3只猫3只狗。街坊晚上散步时会拎些伙食一起喂。在这里你分不清谁是顾客，谁是军哥的朋友，饭点还不想走，可以留下来吃军哥做的面。傍晚时分，肖战走到了军歌书屋。哇，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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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个地方，我觉得好神奇哦。可能那些门牌你应该很熟悉里面，反正包括小水池、黄土那边的18梯啊。啊，18梯。那里西路头。啊，水上西路头的
都是收集回来的。对对对，它实际上也是个地名，也是个重庆一个历史一个建材。那好那个，你肯定对那个很了解里面的方言。重庆语文儿，蛐蛐儿，丁丁妈，丁丁妈儿不存在。像我们经常口语第一句话都是不存在的一句话。对头，不存在，不存在。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拿的重庆语文其实是星星做的。大扑帕。喜欢发掘城市记忆的人们总会相遇。坐那儿嘛，在外面。来来，走。哎呀，来，整点红茶。漂亮的小伙儿。小心了，标准的，有点熟。熟，我觉得有点熟。他说他觉得认得到你呀。我觉得长了一张大众脸。大家都是住到那附近的吗？还是？我不是，但是我是跟你近。像我上班的那个地方很近，但我都不晓得，以前都不晓得这个地方，看到书我才晓得这个地方的。坐噻。我觉得大家都好很有爱心，好随意，而且给那个喂狗啊那些，给狗带狗粮啊那些啦，因为那地方都是流浪狗。他们都住附近。重庆离开了好多年了。我大概接近5年了，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吃火锅那些。我昨天还吃了，然后拉肚子狂拉。我应该整点老警察。我现在还在拉，然后眼睛里还长了个霉那种，今儿早上起来，哎，恼火惨了。小面吃了对吧？吃了，今儿早上。小面我觉得重庆小面确实。是了。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像我小时候都是，当然不是在那边儿哈，很像我小时候都是那种房子也是那种，都是那种矮房子居民楼，然后也是那种到晚上啊，大家都会聚到一个地方，然后来摆龙门阵，摆龙门阵，小娃儿就个人在旁边耍。我们小时候就是属于在旁边耍，然后妈老汉儿啊，都有时候摆点龙门阵，打牌呀，喝点茶呀。就是马上都像现在能够做起哈。像现在。你好熟？我现在啊，我28岁。所以其实我也不小了。在我们那边是当时0号他们取经，取了坐下。朋友向翔来给军哥送一本书，他俩都是重庆历史地理爱好者社团中大神级的人物。我哥开瓶天府可乐噻，回来到年节来每次都要来整瓶天府可乐。满满童年回忆的天府可乐曾经销声匿迹，近年才重现江湖。想到那个，看一下我的那个开单，可以看一下。哎，那个还是个烤火盆。可以。马上我来整哈。我跟你一起。哇，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个人在外面都是野爸爸上面生火，然后烤红烧。讲究那个油很香。不存在。军哥现在每天都在这儿吗？基本上。哎，经常都在的。哎，我觉得那种好好哦，就感觉都是回归了哈。都是啊，就周围那些熟人又多，大家都是感觉都像我们那个70、80年代那种感觉。对头。你好，点手哦。我晓得哎。哇，那猫儿好乖啊。都是流浪猫。咪咪。高兴惨了，它开始咕咕咕了。高兴惨了，咪咪。当时你们渝东那边住的时候，对哪些东西最感兴趣？其实我们也是靠到江边啊，比如说晚上放学呀，这些江边去谈水啊、游泳啊，然后有防空洞啊，也在那边耍。我记得防空洞，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现在人的纳凉的一个地方。只要路过防空洞，哇，那个风，就是那种凉风刺骨的寒冷。它整个来说，防空洞在渝中区的时候，包括那个啥子医院呐、后头学校啊，包括工厂，全部在里头。所以说，在那个13年的时候，整个重庆人口只有42万，但是防空洞所能容纳的人口是44.5万，所以整个来说都是一个地下城。所以很多都不晓得，原来我们小时候都喜欢装防空洞。哇，那个好带感哦，那个感觉。都是啊，有点那种地下城游泳池的感觉。而且还有那个里头的故事很多，我感兴趣的话，明天都可以一起去走一下。可以。原来在外地待了10年，特别是每次过节的时候都特别。今晚的露天电影放的是意大利的《美丽人生》。那个电影都是聊父爱那些噻。对头，好感人哦！我现在大概具体已经忘了他说的啥子啊，但是说
记得他后面是为了他女儿，是不是？那现在想的话是父亲对你影响大吗？还是母亲对你影响大？父亲对我影响大，我老汉儿对我影响大。我也是老汉儿对我影响大。所以说，有时候老汉儿啊，像父亲那种对娃儿的爱哈，不像妈妈对娃儿那个外放哈。对的。其实还是有点收到起的，更多的是走一个内心。对头。你这样说得好，走个内心。像我老汉儿对我其实也从来好像也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面，我觉得我老汉儿好像也没对我说过很外化的话，子，想你啊、爱你啊那种。没得哈。都是我妈说。但是啊，我老汉儿，你永远都感觉到我老汉儿他是用实际行动在关心我。比如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啊那些够不够啊？基本都是他老汉儿先提出来哈，我娃儿也想够不够啊？我妈都说啊又花完了啊，然后老汉儿就说哎给他嘛。老汉儿要大度些，真的。重庆男人的耙耳朵全国闻名，重庆男人自己却引以为傲，因为所谓的耙耳朵，根本是疼老婆、爱孩子。耙耳朵代表猩猩雄赳赳地出现在一群接学生的大爷大妈中。大声叫2个脚，就是哇，只吃20次100那是最好。可是它体很重啊。你考100考得越多，我越高兴。底下，海底，杆，栏杆。栏杆是指的栏杆，不是蓝颜色的杆。嘿嘿嘿嘿。1、2、3、4、5、6，乱七八糟的。还你们那些题啷个出的？这个都无厘头的题，全部是些。你啷个算出每一户的人来的？辅导作业的温馨时光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星星因为出题的不严谨，开始生气较真儿。你只能回答他多了几副，你不能回答他多了几个人。这种棘手场合只能靠妈妈出来救火。他说他单位带的是人都是人。他单位带的是人，那我问你嘛，一户有几个人？你认真读题，你告诉我呀。他告诉了你们的一户有几个人嘛？你都着算他那个，着算他。那个不是着算，对小朋友的教育，现在那我们着算课前可以啷个放就啷个放吗？想变好多数就变好多数吗？被老婆赶出屋的星星，趁机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收藏中。那是个老的流程，你看他那是日本产的，应该很大年岁了，比我年岁大，是老的哥伦比亚。或许受重庆抗战历史影响，星星是军事迷，收了许多2战时的老物件。他那个不是要卡，卡到了，先把它钉在那里，就给它上调，4、5、6、7、8、35、35、37、38、39、40。那都是为啥子要数数哈？数数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老的发条，因为太老了。这张几十年前的唱片，居然还能唱出2战时美国的流行曲。那个声音没得100年，也有几十年了，估计唱那个歌的人都做古了。那个是我收藏最得意的一个，开始在动了，就可以开始拍了，啊，就看到外面就可以。那是台歼击机，就相当于我们的Premiere 啊那种里头的那些东西。这里有个很老的一个间谍机，间谍相机，是因为我遇到了，我觉得太漂亮了这个机器。我一直觉得我收藏那些东西的原则是一个原则，我不是那个机器的主人，我只是它的保管者。今后还有可能还会到别人手上去，好，到别人手上的话，这个东西传下来都不得了的，那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你不管它是为啥子，那个声音听起都特别舒服。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把那些东西摆一地，慢慢看。那种有点儿，你看过《魔戒》里头噻，
那个小妖怪看到魔界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表情，可能我在想的话，可能很贪婪。老物件儿通过保管者流传下去，就像一座大城的魂魄，经由一个个小人物的记忆保存了下来。冬天的下午，圆圆和于正豪拎着演出服，坐了很久的地铁，去年会上演出。年前是剧团最忙的时候，每周都有几个企业演出，圆圆的嗓子都哑了。看到圆圆士气低落，于正豪拿出一个紧箍咒逗她。曾经，你带上他，你就是我的儿子了。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两个来给大家说一个，说呢也不敢说，还介绍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呢叫李圆圆，对，旁边那位是我的搭档。你看，咱们现在重庆建设的非常的好。年会的气氛跟小剧场演出完全不一样，台上说学逗唱，台下自顾自社交碰杯，是每个新人演员必经的挫折。这也是圆圆把理想当成职业后必须付出的代价。身旁的好朋友加入了积极分我以为你要再说一那这酒刚开始喝，嗓子皮了。我听都听出了，专门给你递的词儿，你还不那个？哎呦！即使是没人在听的演出，下台后两个年轻人还是严肃的复盘。演出结束，圆圆坐地铁回家，脱下演出服的她露出疲倦的神态。轻轨夜晚搭载的大部分是像圆圆一样疲倦加班的本地人，肖战也曾是他们中一员。窗外夜景璀璨，就是出自像他们这样奋斗着的平凡的人们，是普通人创造了城市的精彩。鞋还来不及脱，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晚上他还有一场直播，这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下班后，圆圆还需要上舞台以及做直播，她的舞台梦需要她双倍的付出。丧丧的拖过直播架，开始直播。欢迎大家圆圆今天开播啦！谢谢成都啊，太长了。你们平时在哪里表演哟？我们平时是在周五在3.85号码摆路场呀。呀不是，他往后看。哇，你把脸离远一点，你把我吓到了。和于正豪连麦，小伙伴又开始并肩战斗。不知不觉，圆圆又露出舞台上的神采。主办方安排你们2个人做麻将房，就你们俩对摸是吧？对摸，哎，糊了，清一色。在老家，圆圆的同学已经开始结婚生子，但在重庆这座大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才刚刚站到了起跑线，苦涩与甜美并行。挫败感是真实的，鼓舞也是实实在在的。说重庆在推着我成长的圆圆，和重庆这座城市一样年轻。所以说里面的话是3层楼的空间，对头。哇，我觉得好神哦。所以说实际上你在地下也是要上下楼的。等会儿我们可能都还是看得到那个楼梯。向翔如约而至，带肖战探寻地下重庆。他们的第一站是南岸黄山防空洞。
他们为啥子不把都知道重庆地面是个立体空间，开发出来啊？其实它的下面还折叠了一个地下世界。只能是说，即使现在要开发的话，可能要一段一段的进行开发是比较好的。我们就开始地心之旅嘛。哦，要得。还要拿那个电筒，我有点紧张。那面我来先到里头走。那面是没得灯儿的吗？对头啊。其实冬天在里头还很暖和，夏天很的凉快。哇，我们真的要那个进去啊！哇，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还是原来的那种原型。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伟大了。你像，其实我在重庆生活那么多年哈，我对防空洞的了解其实还是很少。我们可以在那个里头去看一下，那是以前的那个指挥室，然后的以前的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会在里头开。你看那个墙上头那块儿，实际上是非常有那个玄妙的。实际上它是分了几层，你摸一下是像泡沫一样的东西，都是随便再轰炸，哪怕那个洞子要塌了，在里头是点儿都听不到声音，也没得任何的震动的。而且它是两边你看各有出口，都是说通的，哪怕那边出现了一些意外，那边还可以走。对头。我都完全不晓得，我就慢点了。哦，是不是感觉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啊，像那种入口的话，肯定还有很多哈那种口坎儿，漫山遍野开了无数个那种洞洞。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一下。然后你看，那是原来的那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指挥大厅，然后后头改成了那个相当于。那是在哪点哦？原来是朝天门，已经没得了。哇！然后我们最多的是原来那个解放碑啊、朝天门地下商场噻。那些都是在里头的。所以说有印象。所以说地下商场也是防空洞。对头。重庆可能是地下城使用最广泛的城市，每天有几十万人穿梭在昔日的防空工事里，而浑然不觉。一般现在地下，像我们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原来我们还有菜园板去卖书哎，那个地下书室都是防空洞。对头。包括我们村的很多那种地下，你有没得印象？可能你都走过的。我是走了无数次，我真没想到它是个防空洞。都是啊。而且你看，它也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它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它实际上都是有那种都是支路的，现在把它封了。哇，太有意思了！而且那节正好在航线上头有一种那种时空抖移的感觉，然后对，感觉又要轰炸了。原来走到里头的时候，经常都有蝙蝠能哗就飞出来了。哎，我记得也是，我记得小时候都是那种野洞子，然后也是有那种很多蝙蝠，我们拿火锹往里面哗都飞出来。哇，那你还是很勇敢的。我们当时都，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说重庆是魔幻的嘛，它其实不光是地面是魔幻的，地下也是魔幻的。对头。像你像我们现在提到重庆很魔幻啊，3D 城市啊，一直只是说它的地面有好魔幻，其实我觉得它的地下反而比地上还要丰富。所以说当时的躲防空洞实际上常见的情形是啥子？都是警报一响，都本能反应，全部都往防空洞里跑，然后全城人都在跑，所有都是拜访的一些老人来。他说起躲洞子那段经历，他都不是觉得那是一段苦难的经历。他说每次那个警报响哎，他说他都特别期待。我说你轰炸的话还是很期待呀。他说因为隔壁班他有一个很心仪的一个女孩。那个真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比如上学的时候出早操哈，苦中作乐的感觉哈。所以说当时我觉得重庆人现在那种性格也有那种一种传承。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啊？那边是不是？对，我们应该是往那边走过，走了，感觉有2个动作，我们感觉都有点迷路了。对的，应该是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哇，哇哦！哇，终于看到哇，大老鼠跟飞老鼠。其实原来那个地方是个通风口，后来把它封了，它漏水。加油！哦，不要下它了，它会掉下来了，嘿。走了，快点走了。看那啥子？跑！很惨了，是吧？